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王鹤棣范丞丞齐盯上，内娱顶流显眼包联盟揭秘。5月6日，西安古城墙下奔跑吧的录制现场惊爆全网，白鹿、王鹤棣、范丞丞三人的造型让娱乐圈大跌眼镜。白鹿身穿改良汉服款刺绣夹克，腰封勒出一条蚂蚁腰，发尾染上粉紫色，在阳光下像调色盘般斑斓。王鹤棣则穿着 oversize 牛仔外套和破洞裤，耳骨的钉子在镜头前闪烁出冷冷的光。范丞丞更是惊人，他在发型上大胆一试，插上了荧光绿的假发片，手上还拿着一个超大号的玩具水枪，看起来不像是在录节目，更像是3位显眼包在比拼谁更抢眼。当天热搜几乎被他们3人占领，白鹿、王鹤棣、范丞丞。西安路透，范丞丞的荧光绿假发，王鹤棣破洞裤等一系列话题轮番冲上热搜，奔跑吧话题的阅读量也迅速飙升到2.3亿。有网友戏谑说，这3个人在一起，节目组连热搜的钱都省了。有圈内人士爆料，这3位顶流同框，节目组花了3个月时间才协调好档期，甚至取消了5-6个品牌活动。这场看似偶然的顶流聚会背后，实则隐藏着中国综艺圈的深刻变化。随着传统流量明星逐渐放下偶像包袱，反内卷成为新生存法则。白鹿、王鹤棣、范丞丞这3位显眼包正在以最夸张的方式撕开综艺市场虚伪的面具。王鹤棣的转型堪称典范，这位凭借《苍兰诀》一炮而红的东方青苍，在奔跑吧中彻底放飞自我。西安站录制时，他为了完成蒙眼找队友任务，直接把范丞丞扛在肩上狂奔，两人像被踩了尾巴的袋鼠，乱窜在古城墙下。他事后坦言，偶像包袱能吃吗？这股去偶像化的风格让王鹤棣的路人缘飞速提升。数据显示，他在奔跑吧的单人 cut 播放量连续4周突破1亿，微博粉丝净增120万。而且，王鹤棣成功摆脱了古装美男的标签，让观众看到了他在喜剧和综艺方面的潜力。制片人透露，现在王鹤棣接到的剧本中，70%是现代剧和喜剧。白鹿的反内卷之路同样引人注目，凭借周生如故红遍的古装女神，在节目中的表现则完全颠覆了她以往的甜美形象。西安站泥潭大战环节，她把范丞丞按进泥坑，自己湿透了也毫不在乎，摆出各种 pose。事后，她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素颜照，并写道：“反正都湿了，不如湿得彻底。”这种真实、毫不做作的风格让她的甜妹形象升级为人间清醒。范丞丞则凭借他那股无厘头的幽默天赋，成了综艺中不可忽视的显眼包。在澳门国际喜剧节上，他穿着红色旗袍扮演媒婆，用塑料普通话喊出“百年好合”，瞬间让全场爆笑。而在奔跑吧里，他独创的范式碎碎念将游戏规则拆解成单口相声，节目组不得不为他调整剪辑节奏。业内人士评价道，范丞丞的加入让综艺剧本的套路感减弱了30%。这3位顶流的显眼包策略正在颠覆综艺市场的游戏规则。传统综艺节目依赖剧本和固定人设，而他们却通过反套路制造爆点。在西安站录制时，王鹤棣突然掏出手机进行直播，镜头扫到范丞丞正在啃节目录制的道具鸡腿，两人瞬间变身吃播博主。这一片段在抖音的播放量超过了5亿。这种失控感正是观众最为买账的。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，奔跑吧西安特辑的实时收视率峰值达到2.8%，创下3年来的新高。而节目中无剧本环节的互动量是传统环节的3倍，
年轻观众的占比也从45%提升到62%。某饮料品牌负责人透露，过去选代言人时，微博粉丝数是关键，但现在更看重他们的造梗能力。白鹿在节目中蹲喝饮料的镜头，直接让我们的销量环比增长了17%。这一转变促使综艺制作方不得不调整策略，越来越多的节目开始为明星量身定制意外环节。然而，3位顶流的显眼包背后，也暗藏资本的精心布局。王鹤棣的经纪公司乐华娱乐正致力于将他打造成综艺影视双栖艺人，奔跑吧的曝光为他争取到了电影《星河入梦》的男主角。而白鹿所在的欢娱影视则通过奔跑吧为他的新剧《横门有狐》预热，该剧未播先火，招商金额已突破3亿。范丞丞则在姐姐范冰冰的资源支持下，通过综艺曝光为自己积累人气，为范冰冰的新电影《人生皮囊》铺路。业内人士透露，范冰冰通过弟弟的综艺曝光测试市场对她付出的接受度，范丞丞的商业价值因此水涨船高，代言费从800万涨到了1500万，仅用了3个月。然而，资本的狂欢背后，行业也面临着一些隐忧。在西安站录制时，节目组为了配合3位顶流的即兴表现，临时修改了3个游戏环节，导致后期制作成本增加了40%。有业内人士担心，当综艺变成明星的个人秀，节目本身的叙事逻辑可能会崩塌。3位顶流的显眼包风格引发了观众的激烈讨论。在豆瓣小组显眼包联盟是综艺之光还是流量毒药的讨论中，点赞最高的评论是：他们让我想起了极限挑战的男人帮，真实的互动比剧本有趣1万倍。不过，也有观众质疑，过度造梗会不会让综艺失去本质？这种分歧反映了观众对真实感的渴望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1季度综艺市场中，素人综艺的播放量同比下降了23%，而明星真人秀的播放量则增长了41%。年轻观众倾向于在明星的失控中找到共鸣，这一需求正在改变综艺节目的创作方向。然而，显眼包文化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，例如，有初中生模仿范丞丞的荧光绿假发造型，结果被学校通报批评。王鹤棣的破洞裤也引发了家长投诉，认为这种穿搭会影响青少年的审美。这种破圈效应让3位顶流的团队不得不加强舆情监控，